为什么美国的富人越来越富，穷人却越来越穷呢？美国正在发生的大事，目前美国经济看起来欣欣向荣，股市创历史的新高，失业率低，媒体也在说复苏的强劲。可是，在这些光鲜数字的背后，却隐藏着一个越来越明显的现象：贫富差距在变大，而且不只是拉大，是加速的拉大。富人资产越滚越大，低收入人的家庭却在原地打转。这种情况是如何造成的呢？更重要的是，这对我们意味着什么呢？分析一下最新的数据吧。根据《华尔街日报》的统计，到今年的8月份，美国收入最高的1/3人群，工资年增幅度是3.6%，最低收入人群体年增幅只有0.9%，同期通胀率只有2.9%。换句话说，低收入的家庭不仅没有涨薪，反而在倒退。除此之外，高收入人群的房子、股票等等资产也在升值，差距就更明显了。不止如此，再看家庭的收支，全美收入在底部20%的家庭，要拿40%的收入来付房租，而收入在顶部20%的家庭，住房支出不到收入的30%。这意味着这20%低收入的人群，目前首要解决的是如何付得起房租。而且还会发现，低收入家庭越来越依赖消费透支，也就是先买后付。做了一个调查，今年有将近1/4的美国消费者在节假日消费都是先买后付的。过去这种分期付款的工具主要用来买大件，比如手机、家电、家具和机票，而现在呢，如今很多人靠它来维持基本的生活体面。尤其是父母为了让孩子过节不寒酸，就算兜里面没有钱，也要透支买点礼物，营造氛围。华盛顿邮报还报道了一个真实的故事，这个叫做格林的年轻妈妈，为了省点生活费，从科罗拉多搬到中西部，辞掉了在超市的工作，转做线上医疗账单服务工作。本来以为可以节点房租和生活成本的，但是现实却并没有轻松多少。平常除了上班，他还要兼职去帮别人看孩子，给人理发，甚至到卖点血浆换点现金的地步了。这类低收入人群没有任何的积蓄，一旦碰到了突发的情况，比如医疗的急诊、汽车维修的额外开支等等，就是他们生活的噩梦。为什么会这样呢？造成这种分化有几个深层的原因：资产的效应，疫情前敢买房、敢进股市的人，现在财富大涨。从2019年到2025年，全美房价平均上涨了29%，像加州尔湾这类城市涨了83%。德州达拉斯和奥斯汀也涨了35%至45%，股市同期也飙升了近60%，而没房的人只能看着房租的飙升，错过了财富的积累。通货膨胀的冲击，这几年食品、能源、住房涨幅最猛。2020年到2024年，杂货的价格上涨超过25%，平均每加仑的牛奶从3.3美金涨到了4美金。电费2021年到2025年间
上涨了差不多34%。房屋的租金从2020年到2024年也上涨了30%。低收入的家庭收入本来就是有限的，这些还都是刚需，几乎没法省掉，所以感受到的压力比统计的数字更沉重。高利率的环境，美联储的高利息政策让房贷、车贷的成本直线上升。对于低收入人群来说，这几乎是门槛直接锁死，买不起房子，承担不起房贷。而高收入的家庭，要么早早就锁定了低利率的贷款，要么干脆全款买房。一份报告显示，2020年全美国房屋购买中有32.6%是全现金购房，豪宅市场更多，46.8%都是现金购买。而在2019年前，这一比例只有25%左右。低端的就业市场驱赶。虽然说美国目前看似失业率低，但低技能的岗位在慢慢的消失。快餐店用自助点餐机取代了收银员，超市推广的自助结账，亚马逊仓库里的机器人替代了人工。银行、电商用 AI 客服，减少呼叫中心的岗位。同时，黑人青年失业率接近17%，远高于全国的平均。而新工作的机会呢，主要都集中在 AI、绿色能源等高技能的行业，对教育和科技的技术要求更高。低收入人群难以跟上，带来的后果就是美国社会的贫富差距正在被加速的放大。很多年轻人放弃买房梦，只能租房甚至合租。不少家庭推迟结婚生娃，因为负担不起，而高收入群体的消费却持续在升级。不要幻想仅靠工资就能过上体面的生活，除非你的体面仅限温饱。要技能升级，新时代来了，别停留在低增长的行业。人工智能、大健康、绿色能源这些赛道，未来机会更多。在美国赚钱，要么自己去创业。因为绝大多数的美国人没有实力能熬过创业初期，没有任何现金流的发展期，至少得1到3年吧。尽早拥有资产，或者是开始被动投资，别只依赖工资，哪怕是小额投资，也要比完全靠工资做终身牛马舒服。美国的贫富差距其实也是全世界很多国家的缩影，经济增长从来不会平均落在每个人身上，关键是你能不能站在哪条快车道。在中国，很多人习惯了买房就等着升值，但是在美国，市场更注重的是现金流。美国房产的持有成本较高，负现金流的风险更大。投资美国房地产的首要目标是获得稳定正向的现金流，其次才是对房产的增值考量。关于房地产最核心的事情，永远都不是需求，而是收入。更高的收入才能支撑起更高的房价，这与供需没有直接的关系。地产的本质不是地产，而是背后所包含的收入。房子的建筑成本其实没有那么高，更高的是金融的附加值。美国地产的根基在于美国民众的收入，根植于美国与
美元与科技霸权带来的资产回报率。美国也有大规模的资产与科技投资，如果这些技术投入未达到预期的成果，或者是原有的技术壁垒被竞争对手攻破，收入急降，就会出现为收入的锐减。到时候，地产作为资产载体的地产就是债务危机的外显。风险和回报永远是成正比的，这就是美国基金资金结构的核心逻辑。点赞并私聊我，让大家在地产投资上少走弯路。如果大家喜欢我的视频，记得关注我，多谢大家的支持。如果喜欢我的视频，请订阅。免费获得最新美国地产投资干货指南，地产投资实战经验，把握下一波机遇，布局美国地产，建立你的被动收入渠道，和我们一起洞察美国地产投资的本质，获得更多的美国地产投资。点赞关注不会迷路，欢迎订阅。